大家好，这里是简单生活。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北越下龙湾5日游，这是我玩到目前为止堪称数一数二高 CP 的旅游行程，吃好住好风景好服务又好，大家快跟着我来玩一趟北越下龙湾，体验一下什么叫仙境漂流。行程中相关旅游资讯以及旅游路径 Google Maps 5天的连结都整理在影片下方，欢迎大家参考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还有，影片不要忘了看到最后哦。目前有许多旅行社都有推出北越旅游行程，有团旅的，也有半自由行或是全自由行的。那我们这次选择跟团5天的行程，我依序用红橙绿蓝紫的颜色来标示。那我们从台湾搭乘星宇航空，大约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越南河内内排机场。那因为是5去晚回的班机，所以呢，第一天的行程就是车上夜游河内市跟吃晚餐，再来就是回饭店休息。这次从行李托运完到安检，自动通关到出境还蛮快的，所以呢，来环亚贵宾室蹭饭吃。它跟很多银行呢都有合作，只有指定的信用卡可以免费进入贵宾室。那这次我们用的是美国运通卡发的 Priority Pass， 座位不大但是灯光很舒适，有水果果汁啊、咖啡茶，还有各种饮料。那吃的呢有沙拉、甜点、茶叶蛋、炸物、面包、饼干，还有各种热食。另外你也可以现点现做麻油鸡面线、炸酱面、卤肉饭、红豆汤、鸡汤等等。肚子饿了肯定可以在这里吃很饱要来搭飞机了。那这次去程刚好坐到安全门的位置所以呢座位的深度很够，餐点是固定的，不过他们的胡同烧肉盖饭真的挺不赖的。然后饭后别忘了来一杯星宇特调。到达越南河内机场了，机场内部其实还蛮气派的，感觉不会输给桃园机场。过海关时要走外国人专属通道，但是因为这次是跟团，所以我们走的是快速的通关通道，速度非常快像对面的是一般散客的通道，感觉要排到天长地久。从2楼下到1楼来，这边就是领行李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是出口了。来去河内市区吃晚餐了。内排机场到河内的市区车程大约1个小时。赚大钱回来，盖房子很漂亮这样。现在的话，如果是在台湾赚3万块，现在在1万块。我们没有算加班如果有加班呢，我们加班搞不好台币大概1.4万、1.5万一个月，可以了。我们的越南消费很便宜各位。晚餐来河内一家很有名的越法融合餐厅吃龙虾料理，吃到饱。本来以为吃到饱品质会不太好，结果并不会。这家隐藏在河内七母湖畔的老洋房餐厅，虽然是龙虾吃到饱，但是呢，它其他的料理呢也都是非常的精致再搭配我们主食龙虾的一个美味，无论是用酱烧的、蒜蓉的或焗烤的，都非常好吃。有来河内的饕客建议不要错过这家餐厅。这是泰式青木瓜沙拉、胡椒炒牛肉、罗勒炒饭、不是姜黄、香鱼奶油、焗烤奶油龙虾、辣味龙虾、香蕉冰淇淋。真的很丰盛。对啊，很丰盛。那吃完饭就要回到要住2个晚上的家咯。我们第一天、第2天住河内全新开幕的5星级格兰美爵酒店。那酒店内部的装潢风格，它是将越南文化的底蕴跟现代时尚的元素全部给它搭在一起。它的地点真的很棒，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河内市中心。再来开箱它的房间咯，很满意越南饭店房间的大小。
第一天结束，晚安喽。第二天的行程有越南民族博物馆、宁平三股壁洞跟鹿龙湾、长安湖、青州探秘。晚上在河内喜来登饭店吃buffet。起床后先在2楼吃个早餐，早餐非常澎湃，现烤的法国面包、蛋糕、甜甜圈、欧姆蛋、日本寿司跟中式热炒、新鲜水果跟果汁，还有各种越南料理融合在buffet当中。很推荐大家早餐都要点个河粉来吃吃，河粉的汤头每间饭店都不一样。这个桃花难得越南的过年才会有哦，这个如果要买要花很多钱。如果是讲到柬埔寨是在越南的南越的，对，岘港是在这个地方，广平厂这个地方2个，这地方现在是全国最可怜的地方，也就是它很多东西。农产品的东西也没办法藏起来，对。那这个了解一下，我们的以前分南北越是往上是北越，往下是南越。越战的最恶劣、最可怕就是这个点。胡志明市越南的南越啊，之前它是以前的南越的首都，叫西贡了，现在叫胡志明市。这里富国岛在这里，它丹湖一个岛在这里，它其实跟我们柬埔寨很近。越南有5兽，第一土地。瘦长自行瘦长。第二，因为土地瘦，马路也变瘦了。第三，人瘦，瘦小小。第4瘦就是房子瘦，然后第5个17度纬线，地下很多地道，那美国人被卡住，他被打败，被赶走，这样投降回去这样，所以越南有5个瘦。1997年开幕的民族博物馆。室内区展示了53个民族特有的服饰乐器、祭祀用品等等。那户外区则搭建了不同族群特有的屋舍，包含有高脚屋啦、长屋啦、双层屋等等。那特殊的房屋形式就代表了不同的民族，他们需要去适应环境的需求。接下来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要来去宁平的三股壁洞参观。壁洞是位于宁平市郊区，在西元10世纪所盖的木建筑古庙。那壁洞是主要是包含3层庙宇，包含上庙、中庙、下庙。爬到上庙会有点小喘，不过1000多年前盖的木建筑庙宇保存得很好，古色古香，很值得爬上来。接下来午餐来吃宁品高原餐厅的农家风味料理。吃饱饭要来去宁平的鹿螺湾搭铁皮船喽。这是通往长安湖码头的地下通道，设计得很有特色。出来玩就是要享受这种缤纷的色彩。等一下我们就要从长安湖码头搭这个铁皮舟来游湖。那一艘船呢，可以载4个旅客。不过不要忘记回程上岸之前，记得给那个辛苦的船家每个人2万越盾的小费哦。鹿龙湾其实就是陆地上的下龙湾，它是石灰岩地形经过侵蚀后产生的古洞，湖水跟环绕的群山连成一气，于是呢就形成了长安湖生态保护区。总共呢有31个河道潭水，穿越48个洞穴。那整个旅程大概1个多小时小船呢会穿越其中的7个石灰岩山洞，洞穴内的钟乳石当它打上灯光以后，真的好漂亮。不过有时候头要低一点，好像会撞到的感觉呢。穿越洞穴后，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别有洞天。很有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前面的就是金刚2拍摄的地点。小船旁边有桨，你也可以亲自体验划桨的感觉。然后呢，船家还会跟你说“新招”。
餐喽。越南的轮廓很像一条龙，所以呢，他们常常用龙的图像来装饰门面。晚餐到5星级酒店喜来登吃海陆豪华 buffet， 用餐的环境很棒，特别他加色尼龙虾半只，我看我们隔壁桌的小孩吃得好开心哦。第3天的行程是到下龙湾搭邮轮印度支那号，参观天井洞、金亚洞，然后夜宿印度支那号。接下来要来搭邮轮了，途中会经过休息站，让你上洗手间。不过我也很爱逛休息站的卖店啊。那来这边呢，可以采买一些小零食，基本上价格也不会太贵。这次搭的是印度支那号2天1夜的邮轮，从河内大概2个小时车程就会抵达寻州岛码头。码头里面呢都有迎宾饮料可以喝。那现在我们要搭乘接驳船到海外，登上我们的邮轮。印度支那号整个呈现的就是中法风情，邮轮非常复古，但是又很豪华。大家跟领队导游领完钥匙，听他介绍邮轮资讯、设施跟行程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享用邮轮上粤式加西式的 buffet， 菜色还蛮多的而且我觉得粤式料理还蛮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连水果啊、甜点啊都满满的一大桌。很少有机会在邮轮上吃 buffet， 再搭上窗外的美景，真的很享受。吃完午餐就回房间休息一下咯。那2楼最主要的是客房区，整个廊道挂着山水花鸟的图案的画。那我们这次住到船头的套房人还没到的时候，行李就已经帮你送到门口。那行政套房的面积大约56平方米，蛮大的。它的摆设也很讲究。不过因为是在船上，所以呢，房间的湿气呢会比陆地上重。这边有衣橱可以挂衣服，然后浴室呢是4件式的，浴缸超大，而且还有景观可以看。桌上有2罐零食罐，有一些饼干、糖果、绿豆糕可以吃。先开门帘欣赏一下阳台舱的海景，整个泼墨山水画映入眼帘。果然旅行途中到处都是惊喜。接下来要来去天井洞搭舢板船咯。来天井洞可以近距离的欣赏美丽的西湖景致，以及岩洞的奇妙景观。大家看到爱海的家了吗？爱海家，很漂亮，很漂亮。以海为家啊！爱海，对，没好浪。很吵哎，对啊。围景的景，因为四周都围起来，山围起来，它很安全。这里也有很多旅客选择自己划独木舟来享受探险的乐趣。接下来我们趁着空档自费搭快艇游下龙湾。这个地方是1997年美国电影来拍摄场景地方，我们就是明日帝国。那部快艇它是穿过个洞，有没有？是这个地方，你看，整个它的身体投射出来的。做它就是仙女洞，因为天上的下来仙女会选择的它玩水啊、游泳啊、玩沙的地方还有睫毛有看到吗？先欣赏一下那个松鼠岛。
一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对，然后金刚，哪一只是金刚？右手边，右手边。哦，这个，哎，真的好像哦，好像哦。这样很像，哇，太像了，超级像。看到远远的树，对对。再来就是要去下龙湾最美丽的金亚洞。下船后就可以抵达阶梯的入口，大概爬个100阶就可以到达金亚洞的入口。不过金亚洞出入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等一下下船跟上船的地方也不一样。太大了！这个钟乳石洞的越南话的名字就是夯省塞。损收就是洞的意思，下面是金亚，叫金亚洞，金亚就吓一跳的意思啊，加。大概爬到一半，有一个休息凉亭，从这里已经可以开始感受到下龙湾的美丽风景了。从金亚洞的入口往外看，整个下龙湾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有风景照，怎么拍怎么漂亮。回家后我的电脑桌布整个直接换成下龙湾，比 Windows 的桌布还要漂亮。金亚洞的形成据说有60万年的历史，它是下龙湾周边最大的钟乳石洞。听说第一次进去的旅客都会哇大声赞叹，所以它就被叫做金亚洞。想象力。3分像7分靠想象，越想越像，不想不像。这个像狮子，然后这旁边这里有一只是猴子，这个是弥勒佛，然后这个是对，这个是大象。然后经过导游的解说，可以纷纷认出猴子还有狮子等等。不过像不像3分样，其他的要靠你的想象力才行。出口处也是拍照的好景点，来这里别忘了要多拍几张景点照回去。接下来就要睡觉。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船上了。印度支那号共有5个楼层，房间分布在1到3楼。另外1楼呢，也是迎宾区、上下船区、柜台以及餐厅。3楼有表演厅及户外游泳池。4楼跟5楼是空中酒吧区、休憩区以及日光浴区，可以让你360度无死角欣赏下龙湾的美景。下午茶时间要来船上包粤式春卷喽！我的比较好看。来拍一下我这个漂亮的。成功跟失败。再抓。来，我跟我的春卷合拍一下。非常好吃。回房间休息一下，等等就要来吃晚餐，体验一下夜宴下龙湾的感觉。豪华5道式双主菜越发料理。人生能有这样的时刻，可以好好放松享受一下，辛苦工作赚钱，好像也值得了。超赞的龙虾！哇哦！太大了吧，跟你的手一样大。
Indochina 的这艘船，这个龙虾是有够赞的，不知道其他船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夜钓小馆，哇！你们一来，他们就不来了。夜景好漂亮哦！水母，水母啦！哪里有水母？那里的，好大只哦！有水母啦！真的在。第4天的行程，从印度支那号登上下龙湾的英雄岛，然后回到下龙湾码头逛逛下龙市。起床后可以去餐厅吃个小餐点，到楼上体验太极课程，或是直接在房间的阳台欣赏下龙湾的日出美景。再来要来去英雄岛咯。1962年，苏联对越南帮助很多。那越南的国父胡志明先生为了纪念这位前苏联的英雄飞行家 Tita， 因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据说这位飞行家非常喜欢这个岛。要登上英雄岛的山顶需要爬411个台阶。这是英雄岛第2层。哇，好累。超级喘。可以吗？慢慢来啊。爬上制高点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回到船上吃早餐咯。早餐跟午餐一样，菜色很丰富一点也不马虎。可是要退房了，离开船上之前，再来欣赏一下美丽的下龙湾。回到下龙湾码头后，下午的行程是搭女皇双层缆车，再来搭乘太阳之眼摩天轮，逛日本花园及锦里桥。晚上入住下龙湾温德姆酒店，旅行团赠送90分钟粤式按摩后，我们要来吃中餐了。这边有好多很漂亮的住宅，听说很多人都会来下龙湾这边投资房地产。今天中午吃中华料理加海鲜火锅。接下来搭缆车，下龙湾女皇双层景观缆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世界最大的双层缆车，下层空间稍微大一点，上层视野很不错，不过基本上差异不大。缆车上有360度的全视线，还能看到下龙湾海上石笋跟海湾，美景尽收眼底。接下来要到对岸的太阳世界，搭乘全世界最高的摩天轮太阳之眼。乐园里面刚好有表演的节目，顺便就来欣赏一下。来搭摩天轮了，太阳之眼现在是下龙湾最引人注目的璀璨地标。每个舱房最多可以坐6个人，绕一圈大概需要18到20分钟。来
摩天轮，不要忘记来旁边的日式庭园，还有浪漫锦里桥逛逛哦。锦里桥目前是 IG 热门打卡地，给它拍照拍起来。You send chills down my spine. Said I'm not worthy of your love. Well, this is definitely goodbye. Oh, it was fun having you around. Looking in the rearview mirror, my decisions may be clearer. You say I'll never find somebody like you. Find somebody like you. Without the words, I love you till the end. Without not even trying. Just tell me, oh my God, you're so unoriginal. People like you, they're just so predictable. So pitiful. Yeah, you. Just tell me, oh my God, you're so delusional. Thinking I'd ever get a high out of your love. So pitiful. Yeah, you. You send chills down my spine. Said I'm not worthy of your. 第5天的行程要从下龙湾回到河内参观镇国寺，再到环建湖、36古街、圣若瑟主教堂以及贡咖啡。出发前先来饭店内享用早餐。河内的5星级饭店，不管是用餐环境或是菜色的丰富度，它的 CP 值都是非常的高。接下来要来去镇国寺朝圣咯。建国寺建于西元11世纪，是河内最古老的寺庙，不仅是西湖旁边最漂亮的古建筑，也是香火最旺的寺庙。听说在菩提树下绕3圈就会好运连连，心想事成，当然要绕。接下来导游阿海请我们喝椰子汁，不过这个勾追的老板娘，我有看过她在别的影片卖放生的鱼跟鸟诶。午餐来地中海风餐酒馆享用西式套餐，猪皮浓汤，口味怎么样呢？蛮好吃的，不过跟台湾做法不太一样。餐点的用料实在，烹调的很美味。再来要搭电瓶车漫游古街咯。36古街是早期封建时代贸易聚集的地方。当车有很多贸易商以及商船在这边往返。那这边的建筑物的特色都是非常的瘦长，门面很窄哦，但是它实际上的面积是非常的大。此外呢，他们会将每个街所卖的东西分开，而且呢，也会将街道取不同的名字来表示。比如说杭贝街是专门卖木筏跟建材，那有些街道则是专门卖五金杂货或者是食品、餐馆跟咖啡厅。那每栋房子呢，虽然都很老旧，但是感觉得出来它传承了法国殖民地的一个风情。缤纷的色彩把整个36古街装扮得很有精神。来到这里就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镇上，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可言，虽然很拥挤，但是感觉很温暖。那有人说河内的36古街就是整个越南的缩影，如果只能来一次越南体会越式风情，那么36古街会是你唯一的选择。接着来到河内市中心的环建湖，传说西元15世纪的时候，黎太祖向神龟借箭，
然后他成功打赢了中国明朝的军队。胜利以后呢，李太祖就在这个湖边归还神剑给神龟，因此呢被称为还剑湖。接下来要来逛街咯，怀旧的法国城区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圣约瑟大教堂，教堂对面就是贡咖啡厅，它是一个很有风格的法式小洋楼，有空啊一定要到2楼来喝个椰子咖啡。最后要来逛街挖宝咯，36古街附近有卖拿古斗笠小熊，喜欢越南特色小熊的千万不要错过。另外隔壁的 Hikosen Kara 有空也可以来逛逛。再来要回台湾咯，河内机场出境后也有很多礼品店可以逛，如果没有买过伴手礼跟纪念品的，就可以在这里补货。至于来越南要买哪些伴手礼嘞？影片最后会有介绍，提供参考哦。还有机场几乎在每一个登机口都有卖店跟餐厅，非常方便在自己的登机口买东西吃东西。然后在29号登机口的楼上也有指定信用卡免费的贵宾室可以休息，也提供很多越南美食。那我们北越下龙湾5日游的介绍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再拜托帮忙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哦，谢谢。I've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